沙，孤岛高山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生态资源，加上大陆边陲门户的特殊性，使它成了各国自然学家、航海家与军事家的角力舞台。台湾昆虫经验100，讲的是岛上活跃的昆虫如何影响着统治者布局的故事，讲的是台湾多样的昆虫如何左右着常民的经济活动，讲的是我们的科学家如何透过昆虫研究，为后代奠定更宽广的知识基石。不受清政府关爱的遗世之民，以肉身对抗武器精良的外国部队，这是台湾第一次以弯刀迎战新世界。西元1874年，日本以琉球人在屏东牡丹乡被排湾族人杀害为由，派出3000军力攻打台湾，历史记录为牡丹社事件。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急于展现海上霸权的野心，也是台湾首次与日本短兵相接的故事。一场弯刀 Taki 与枪炮的不平等战争。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但胜负难定。昆虫学博士石正仁教授有不同的解读。现在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在当时发生牡丹社事件的一个现场。这座山是当时的倪乃社交战的时候倪乃社的人就在这个山头上面。这一座山呢是高士佛社的人就在这个山头上面，因为高士佛社就在这个山的背面。那当时的战况是怎么样？当时的战况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他们打了将近2个月，然后在这个2个月下来之后呢，牡丹弃守。比如说，当时没有人带日本人从后山把后面的那些我们的食物把它切断，1、2个礼拜，我们在山头没水没食物吃，自然我们就下来，就被日本一抓就宰我们，就杀我们了。后来日本军队怎么了？日本军队在这个战役里面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你看，他们3000多个人，进来打这个牡丹社，但是呢，他们到最后剩下500多个人生还的人，把他送回去了。其实日本人比我们还要惨，所以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重挫了日军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一起去找找。好。这段埋藏在峡谷的战役，我们又会找出什么样的秘密呢？牡丹社事件后，日军积极扩张对全台的侵略部署，但是长期处在北国的他们，怎么也没料到会被热带岛屿中的一个小小昆虫给打败了。这只小小的昆虫，就是常出现在水边，是你我都讨厌的蚊子——疟蚊。2毫克的小东西，是如何击倒比它大2000万倍的日本军人，甚至改变台湾的命运。疟蚊像是一架小巧隐形的战斗机，它的口器由6根细针构成。表面呈锯齿状，刺激皮肤时接触的面积少，与注射针头平滑的表面相比，更容易刺入，更减少对神经的刺激，也难被人发现，所以更能攻其不备。为了避免血液在吸食时凝固，
经由口气所输出的唾液里含有抗凝血剂。在唾液中含有的特殊蛋白质会引起红、肿、痒的症状。但是瘫痪日军的是另一款配备在唾液里的武器。带有疟原虫的雌性疟蚊叮人时，会将疟原虫注入人体内。疟原虫进入该细胞增殖，形成裂殖体，再进入红血球内增生，最后整个配子体挤爆血球，破坏人体器官的运作。发病初期，除了发冷、发热，还并发如脾肿大、肝肾衰竭、急性脑病等，死亡率超过10%以上。疟蚊的团体战是100年前地球上最大的阴谋。当第一只疟蚊将疟原虫传播出去，另一只疟蚊就开始接力叮咬带有疟原虫的人类。和血液一起吸入消化道的配子体变成疟原虫后，就会游移至唾腺，蓄势待发。当疟蚊再次起飞，攻向目标物，让人致命的疟原虫也就再传入另一个人的身上。当时入侵牡丹社的日军军医记录，惹上台湾热病约1600多人，其中561人死亡。他们不清楚所谓的热病就是疟疾，更不清楚疟疾是何种疟蚊所传播的。死亡的鬼魅正悄悄地吞噬着日军。入侵台湾的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台湾的蚊子给打败了，无法完成占领台湾的美梦。牡丹社事件21年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满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卷土重来的日本人体认到，要先统治好台湾，必须统治好台湾的蚊子，于是开启了台湾卫生昆虫研究的大门。疟疾防疫所及热带医学研究所的成立，是日本对抗疟蚊所建立的滩头堡，让昆虫学家与医学家联手合作，对疟蚊分布、环境卫生、疟疾医治等问题展开全面调查和研究，对疟疾的解谜也算是往前迈了一小步。但是对于扑杀疟蚊，日本人还是摸不着头绪，贸然引进大肚鱼来灭蚊。但是大肚鱼偏好有一点脏的停滞水域，而疟蚊的小时候孑孓则喜欢在干净的流动水域活动。用大肚鱼来防治疟蚊这个战术，最终还是失败的。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战败离开台湾之前，始终并没有为根除疟疾找出答案。台湾人民依旧深受疟疾之苦。国民政府接收后，美国挹注经费，引进技术，更多台湾人开始投入疟疾研究工作。其中，现已高龄84岁的蚊子专家连日清博士，就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50年代啊，台湾开始做防疟工作，那个时候啊，就完全彻底的调查它的习性。家里有哪些蚊虫停留？大概有10种疟蚊会停留在室内了。那室内抓的蚊子是解剖发现了，比例最高的还是矮小疟蚊。所以啊，确定矮小疟蚊是主要的病媒蚊。
超过半世纪后，台湾的科学家终于确认击倒日本军人的就是矮小疟蚊。这群小蚊子到底有什么能耐呢？躲藏在黑暗角落的疟蚊，翅膀上有黑白斑纹。吸血时最大的特征就是尾部会高高翘起，和一般蚊子叮咬时贴平动物的表皮不同。卵孵化为孑孓后，由于没有呼吸器，因此会以平躺的方式在水面呼吸活动，不像一般蚊子幼虫以直立式行进。它们可以在短短的几天内变成精密的杀人武器。白天，它们藏匿在室内暗角或床板下，等夜晚就发动攻击。直到产卵前才会飞出屋外，到干净的流动水域产卵。经过连日清等科学家的长期研究，矮小疟蚊的生活习性终于被解密。科学家发现，若将 DDT 杀虫剂少量喷洒在矮小疟蚊栖息的室内墙壁上，残留的杀虫剂就能将绝大多数停留在墙壁的矮小疟蚊一举歼灭。同时间，另一条疾病防疫的战线也启动了。透过基层公教人员投入采血检验，提早筛选出罹患疟疾的患者，投药治疗。短短几年内，原本高居台湾第1大死因的疟疾患者，从每年的120万人急剧下降到20人以下。投注了数不清的人力、智慧与金钱，和疟疾鏖战不知几个寒暑。民国54年，西元1965年，终于拿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台湾全世界第1张的疟疾根除证书。疟蚊再也不能威胁台湾人的生命，和疟蚊战争算是取得第1胜。成功的抗疟经验并不仅嘉惠台湾人民，西元2000年起，专精于蚊子研究的连博士，把这美好的台湾经验带至西非友邦圣多美，协助当地人员进行病媒蚊的调查、扑杀等，有效地控制当地严重的疟疾疫情。感念于此，圣多美总统甚至为台湾在联合国发声。台湾当局派专家来做了3年，现在疟疾快要没有了，所以希望联合国不要忽略台湾人民2300万的人民的这个人权赶快让他们加入联合国替我们讲话了。所以在外交上防疟这个计划最有成效了。所以现在我们外交部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台湾曾经被视为瘴疠之地，但当世界卫生组织将第1张疟疾根除证书颁发给了台湾，人与疟蚊的第1场战争胜负已分。但昆虫构筑的其他战线，烟硝味正蔓延。从100年前入侵台湾的日本军队被蚊子挫败后，昆虫的研究就走进了台湾历史的舞台。虫与人的战争是下一个重要的农业发展议题。统治台湾的日本政权一心想把台湾当成越境东南亚的基地。对于台湾丰富的物产，更是用心的经营与掠夺。
除了收揽民心，也壮大日本的经济。台湾总督府对于农作害虫特别重视，设立专责机构进行研究，也开启了人与虫征战的序幕。石教授知道，100年前人与虫对抗的秘密就藏在这栋古老的建筑——台湾农事试验场。而知道这栋建筑物内所有运作秘辛的人，就是今年80岁的朱耀仪博士。他见证日本殖民与国民政府时代，昆虫学家与农作物害虫的战役。日本那个战略台湾的那一年，就是1895年，就马上就那个设立了那个农业试验所，因为他们怕那个嘛。台湾人呢，就吃不饱就会那个造谣，会造反，所以呢就赶快在这里，那个时候呢叫做台北那个富田町。而为日本政府打下农业昆虫研究基础的，就是1907年来台湾的粟木德一。1906年呢，孙中呢来了台湾，看了那个火力的样子呢，是作风呢。不大适合台湾，所以就把他那个就赶出去，就叫他的那个学生粟木德一呢来台湾。昆虫の研究を続けたかった私は、札幌を去り、台湾に行くことに決めた。このことについて、友人たちは命と引き換えにお金を儲けたいのかと笑っていた。私の決心には揺るぎはなかった。在别人的眼中，粟木德一是一个为了研究什么都可以做的工作狂，但是不服输、充满毅力的做事态度，才是让他在植物病虫害防治上屡创佳绩，并立下典范的主因。粟木在台湾打的第一场农作物害虫战争，对手就是造成柑橘栽培全面崩溃的吹棉介壳虫。西元1909年，民国前2年，日本政府自澳洲引进相思树苗到台湾栽种。由于没有完善的防检疫措施，苗木中隐藏的吹棉介壳虫大量扩散到邻近的柑橘园，让柑橘栽培全面崩溃，果农损失惨重。为了挽救柑橘产业，粟木特别前往夏威夷，引进吹棉介壳虫的天敌澳洲瓢虫。经过3年的推行，成为亚洲地区完全不用药，成功利用昆虫天敌来防治害虫的首例。这一战不但让粟木德一取得防疫作战的第1胜，更获得总督府的奖赏。先生啊，这栋这水的建筑物这是什么物件？这是表示那个粟木德一呢，他对那个台湾的那个害虫防治的那个功劳。那总督府呢表扬他给他一个那个勋章。那结果呢，粟木德一说那个我不要勋章了，盖个那个研究室给我，就盖的。那可以说粟木德一纪念馆。粟木坚持当初来台的旨志，没把金钱奖励当成唯一。研究室的建立让他更能发挥所长，使得害虫防治工作能顺利推展。同时间，另外一种害虫也大举入侵台湾的稻田。粟木抵台第2天，殖产局的长官就要他即刻投入水稻大害虫三化鸣的防治。当时名列台湾稻作第1大恶虫的三化鸣，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为了解谜，粟木开始投入调查。水稻是三化鸣的唯一寄主，成虫在稻叶上产卵后，
孵化的幼虫会从茎的上端或叶鞘往下进攻到茎，或冒险涉水，再钻进另一株稻杆中心啃食稻株。因此，用天敌或药物都不容易防治。所以，宿牧的策略是采用人力摘除秧苗上的卵块，或将冬季水稻收割后的遗株深埋在土中，闷死即将羽化的三化鸣。当时在屏东东港地区就清除150万个卵块，初步评估等于增加了13万公吨稻谷的收获量。经由全岛性的调查研究，宿牧的足迹遍及全台。三化鸣的调查内容也成为他获得日本博士学位的论文。他是第一位以台湾本土的昆虫研究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也为台湾农业昆虫的研究开启了大门。宿牧得一留下了大批研究资料及标本，为台湾的昆虫研究建立完善的资料库。现在这些资料除了台大昆虫系外，有关农业害虫的资料主要是存放在台中雾峰。这里是农业害虫的标本柜，在标本盒里面呢，我们看到把所有水稻害虫呢，通通收集在这里啊，包括各个不同的时期。当把这些标本保存起来的时候，如果以后这个害虫再度大发生，我们就可以拿来作为鉴定的依据。宿牧得一来到台湾以后，深深感觉到要做好农业昆虫学的研究，必须要有充足的参考资料，所以他大量购买国内外的一些书籍以及期刊，现在呢都陈列在农业实验所的图书馆里面。这是第一篇他出版的研究报告，是有关台湾农业害虫调查的资料。这本报告呢，现在看起来，我们觉得是台湾有关农业昆虫研究的一个标杆，从此呢也树立了一个典范。除了农事试验场的研究工作，西元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宿牧正式投入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教学，担任昆虫学、养蚕学讲座长达14年，并新建昆虫学系系馆，是培育台湾昆虫学研究人才的摇篮。朱老师，你刚介绍一下，这咱昆虫系的图书馆嘛，对，它这些书啦，还有来由，现在有的书是已经那个搬到那个台大的那个总图，但是以前呢，宿牧得一的时代呢，这个地方都是那个满满的书，那这些书呢，从什么地方来？当然了，就第一个。帝国大学新添的书也有，还有一部分呢，就农事所的基础的方面的书呢，统统搬到这边来。所以这样有够难了，很有办法。台湾にはまだ未開の地が多く残され、交通の便も悪かったが、ここにはまだ自然が残され、私には研究のための宝島と思われた。宿牧得一这个人的那个工作精神，研究精神，可以做我们的那个榜样。不管环境多么艰困，树木都能正面迎战，我们更应该勇于承担，发挥昆虫学家锲而不舍的精神，为台湾农业昆虫奉献心力。宿牧在频繁的研究中展现专注细节、努力不懈的研究精神，为大家立下了典范。100年前，他把毕生的精华都贡献给了这块岛屿，启动了台湾昆虫学研究的巨轮。后续的台湾精英如何接手，让他开往康庄的大道呢？以农立国的台湾，100年来一直与害虫防治纠缠征战着。
许多优秀的应用昆虫研究人才也不断投身在这个战场中。水稻不仅是亚洲地区20亿人口的主食，在台湾更是栽种面积最大的作物。民国50年代起，水稻受到另一波害虫严重的危害，稻农深以为苦。不过，这次的凶手却不是三化鸣，而是来自热带的合飞虱。讲到做田人吼，上惊的呢，就是飞虱啦。飞虱啊来吼，规片稻啊烧了了，吼，根本都挂无切啊。那挂无切啊，阮爸爸就坐伫咧田花，伫遐怨叹，吼，囡仔注册费要为对来，吼，这就是做田人的悲哀。合飞虱不仅是台湾重要的水稻害虫，也是震撼亚洲水稻栽培的恐怖敌人。合飞虱这种热带性昆虫繁殖力非常强，在盛夏造成的稻作伤害也最为严重。它们是不完全变态的昆虫，若虫与成虫习性是一样的，都会群聚在水稻上吸食汁液。被合飞虱危害的水稻会慢慢枯黄变红。知名的水稻害虫专家郑清焕主任，对于合飞虱的研究已经超过50年了。在民国50年代，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鸣虫非常严重。那么鸣虫严重，所以农民就用很多杀虫剂去防治。那么用药用了很多的这个结果的话呢，那么就引起合飞虱的这个大发生。用的越多，那么发生越严重。那么严重的情况的话呢，就是说可以使整块田，那么通通被飞虱吃掉变成我们所谓4烧。我们在全省北中南5个地点去做调查。那么在1期做的话呢，大概损失15%，那么2期做的话呢，大概30%，所以显示说2期稻这个害虫发生的密度这个严重性比1期稻来得严重了很多。为什么夏天的2期稻作会比春天的1期稻作受害更严重呢？显然，季节对合飞虱来说是个关键的因素。西元1967年，在日本附近海面活动的船只，无意间发现大量合飞虱，也展开了一场漫长的跨国研究。在春末到初夏，利用西南气流和梅雨锋面，合飞虱会从东南亚、中国南方等地乘风往北扩散。没有人想到，不到0.4公分的小虫能做数千公里的飞行。但对于虫害源源不绝从国外飞行侵入，昆虫学家仍在摸索对策中。我们很多方法都是去跟着日本的他们实施的方法去做，所以主要还是以农药为主。那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的话呢，并没有办法去抑制害虫，那我们就转个方向那么从品种去着手。那个时候我刚从菲律宾科技大研究所回来，那么就将他们的抗虫品种把它带回来，那么跟我们台湾的这个蓬莱稻去杂交预吃抗虫品种。但是合飞虱也不是那么简单应付得了。随着作物品种不断改良，它也不断的进化。年轻的昆虫学家黄守宏承先启后，结合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发展了一套更全面的防治战略。首先就是合飞虱陆海空24小时的族群数量调查。我们目前的这一块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做水稻害虫的一个观测田。那种植的话是杆虫的一个水稻品种台农67号。
那田间的耕作还有施肥量都是比照外面的农民的操作方式。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黄色水盘，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利用昆虫对黄色的趋性作为一个田间族群的一个侦测调查。像这样一个盘子一天最多会抓过多少只虫？这个盘子最多的时候，在虫源大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抓得到3种飞虱，然后一天里面就可以抓到20几只。夜晚研究工作也没有停顿下来，研究人员利用幼虫灯继续监测核飞虱的活动，将24小时记录完整串联起来。老师这边的话我带你去看另外一个抓虫调查的一个工具——高空捕虫网。它这个是可以随着风向呢的一个变化呢，它就可以迎向风。害虫呢会被气流带过来，吹了以后呢，网子张开，虫就整个会飞进来。30年来每天都一定要去收集，把虫打到这个最后的网袋，在最后呢用纸袋把它收起来。那有了这个侦测调查的资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哪时候有什么虫会飞进来。那飞进来的害虫呢，就可以作为我们现在以后呢，作为一些应用还有研究发展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将田间族群观测数据输入农业气象预测系统中，以大气气流变化搭配核飞虱迁移路径模拟，就可以预测这些虫会从亚洲哪些热带区域迁移至台湾。确实，我们在台湾这一天呢，4月18号我们就有抓到虫源了，那就证实了说，这个模拟的一个系统呢，可以提供我们有可能虫源飞来我们台湾的一个预警制度的一个建立。这套系统结合台湾高度普及的网路，可以让农民在第一时间掌握敌情，及早规划防治工作。除了害虫监测与警报发布，科学家下一步要着手的是找出足以抗衡核飞虱的更多水稻品系。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呢，大概会有1000多个品系，那每一个品系呢，在这边有10颗水稻种子发育成苗。那发育成苗了以后，我们会依照国际稻米研究所上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抗虫检定的方法，把我们害虫打到这个上面去，让害虫去危害。那不具抗性的水稻就会枯萎，具有抗性的一个水稻的品种呢，就会存活下来。因为核飞虱对农药已产生抗药性，研究员黄守宏还要发展新的对策，实施抗药性试验。必须先将核飞虱以少量2氧化碳昏迷，并把农药滴在核飞虱胸部背面的体表上，透过虫体对药剂的不同反应，找出更经济有效的杀虫药剂。缜密的用药规划可降低核飞虱对化学农药的抗药性。但是100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种防治方法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害虫还是会不断的变形、调试，闯过昆虫学家所设置的重重关卡。昆虫学家必须找出新的帮手，来对抗不断变形的害虫。70年代，全球性反绿色革命思潮延烧到台湾，大量喷洒农药、肥料来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方式，让人开始反思。以 DDT 为例，这种脂溶性的杀虫剂，半衰期有20年，使用过量或不当，不仅让土壤中的有毒物质增加，并累积在食物链各个环节，
最后还会回到并累积在消费者的体内。所以，除了化学农药之外，昆虫学家还得培植新帮手，并将它们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团，以便对抗田间顽强的作物害虫。这支强大的军队存在吗？他们能接受昆虫学家的指挥吗？这里是培植防治害虫杀手的大本营。苗栗农业改良场生物防治分场，昆虫博士石教授认为，答案就隐藏在这里。针对不同的作物害虫，黄胜全分场长拥有各种身怀绝技的特种部队。苗栗县大湖乡是草莓的重要产地，为了促进草莓的有机栽种，黄分场长利用100年来已存在在台湾的一种美丽兵团，来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要吃很漂亮的草莓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的草莓呢，事实上是不简单、不容易的哈。我们在这个草莓上叶片上面呢，会发现很多这个2点叶螨，但是这2点叶螨呢，它基本上它会用一些农药去把它杀掉，但是现在我们生物防治分场呢，就利用像这个草蠊来吃这个叶螨的这个情况哦，就把它吃掉啊，所以说就不用去用农药。这小小的从丝棒顶端孵出的草蛉幼虫，到底有什么能耐，可以成为精悍的机动部队？一孵化的幼虫就具有高超的捕食力。2点叶螨、蚜虫等害虫的卵和幼虫都是它的猎物。幼虫会把捕捉的猎物体液吸干，并将猎物的尸体背在背上作为伪装。这些奇形怪状的流图让幼虫看起来更为壮大、恐怖。这些运用生物天然的力量来防治农作物害虫，就叫做生物防治。生物防治所用的天敌，除了捕食性之外，还有寄生性天敌以及微生物致病的病原性天敌。使用生物防治，不会有农药残留，害虫也不会产生抗药性。防治害虫的佣兵里头，螳螂就属于捕食性的天敌，它也是天敌防治里的超级大战将，食量大，捕食时间又长，可捕食害虫的种类很多。雌虫把卵产在像小泡芙的卵鞘之中，卵鞘则附着在树枝上。不需等待，已经孵化的小螳螂就具有战斗力。但是有些害虫，它们的生活习性非常的隐匿且多变，根本没有捕食性的天敌可以克制。像是东方果实蝇，就是果农最头疼的。背板的色带及翅膀的斑纹，就是东方果实蝇最大的外观特征。东方果实蝇相较于其他昆虫来说是比较狡猾的，因为它把卵产在果实内，隐藏在水果中的卵孵化率很高。孵化的幼虫就躲藏在水果中啃食、成长，直到要化蛹前才钻出果实外。但幼虫只露出一下子，就跳到地面，钻进土壤中化蛹了。而羽化的成虫又善于飞行，再加上果树等寄主植物繁多，成熟期不一，因此终年都有东方果实蝇发生，难以防治。但是在生物界里，没有一种物种可以强势到足以摆脱生态平衡。
黄分厂长和他的团队握有调节这个生态平衡天秤的砝码，那砝码就是寄生蜂。寄生蜂如何对付100年来最刁钻的东方果实蝇呢？昆虫学家发现，野外的寄生蜂有能力找到隐藏在土里东方果实蝇的蛹，并且将卵寄生在这蛹里。寄生蜂从卵、幼虫、蛹等过程都在蛹体内进行。寄生蜂幼虫并取食东方果实蝇蛹内的肉，来作为自己的养分。这就是生物防治中的寄生性天敌的利用。发现这个寄生机制，黄分厂长和他的团队接下来就必须解决如何大量培植这个寄生部队。首先就是要建立够大的餐厅，准备好营养的食物，喂饱这群英勇的刺客兵团。利用东方果实蝇老熟幼虫会弹跳入土化蛹的特性，将弹入下方水槽的幼虫虫体予以放水收集，并倒入准备好的制食上，等待幼虫钻入其中化蛹。将东方果实蝇蛹体作为寄生蜂粮食，放满整个培养皿，并放入寄生蜂的饲养箱中，供其产卵。当寄生蜂将产卵管钉入蛹中，不出几天的时间，大量精壮的寄生蜂部队就已经整队完毕，蓄势待发。这里就是台湾天敌的繁殖中心。但是要对付从民国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农民的东方果实蝇，光靠生物防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还要有其他的防治方法来配合。在野外，寄生蜂有时未必能准确地找到东方果实蝇的蛹，此时产下的卵只能任其败坏死去。昆虫学家还得再寻找对策。西元1975年，在核能和平用途蔚为风潮的年代，昆虫学家也将这项高科技技术列入防治东方果实蝇的战略之一。将血育的雄性东方果实蝇蛹经钴6时微伏剂量照射，破坏生殖细胞的发育，形成不孕虫。让为数众多的不孕性雄虫混杂在正常雄虫中，竞争与雌虫的交配机会，并借此降低雌虫正常产卵，可进一步控制东方果实蝇的后代数量。但因过程所需经费过于昂贵，只能在小面积的岛上使用，成效有限。除了喷药及套袋以外，现在政府还在大力推动东方果实蝇的共同防治，主要呢就是在甘蔗板里面呢吸附了甲基丁香油及乃利松的杀虫剂。当东方果实蝇闻到这个甲基丁香的味道呢，就会飞过来，然后同时呢也会吸附到农药，最后呢就会被杀死在幼虫盒里面。甲基丁香油诱引物质专杀东方果实蝇雄虫，当雌虫找不到可以交配的雄虫，也就无法有效产卵，造成果实的危害了。台湾昆虫学家100年来和东方果实蝇交战数百回合，胜负仍未明朗。昆虫学大师朱耀仪博士对于台湾人与东方果实蝇胜负未分的状况，有他的专业判读。我们呢有计算呢，结果呢差不多自然雄种的差不多10倍的量。这样的话呢，这一次第一次交尾也是不孕性，第二次交尾又是不孕性，那这样呢就交尾了10只，那个母虫也差不多了，已经老了就死掉了，这样才有效果。台湾的那个面积大，那这样大的面积里面呢，要灭绝一种昆虫呢，
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呢地形呢又复杂，还有野生那些树的那个果实上面呢也会有危害的。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有 OK 差不多了，已经就房子差不多了，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别的地方呢就马上会进来，那所以呢，实在说是防不胜防。东方果实营的防治很困难，以往用寄生蜂或钴六十不运性照射都没有办法达到扑杀的目标。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靠区域性整合防治，例如结合农民及社区居民做族群调查、清源、套袋等。另外，利用甲基丁香溶诱杀，或必要时喷洒化学药剂等，才能有效抑制东方果实蝇的危害数量。100年来，昆虫学家带领我们和昆虫作战，有些地方胜利了，有一些地方延长了战争。但是不要以为昆虫跟人类之间的关系只有战争。下一集我们将带领大家看看台湾人如何利用昆虫创造一个令人惊艳的经济奇迹。台湾昆虫惊艳100，下集见。